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剧看人生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咱们接着上期往下讲，富察贵人当着众人的面公开宣布自己怀孕了，然后心肠再搭话，说她有福气，皇帝宠幸没几次就怀了。她更加骄傲地回应心肠在，说不准还是未皇子呢。富察贵人说这话的时候，镜头给到齐妃，齐妃的表情一言难尽，满脸都写满了不爽和不高兴。虽然齐妃和富察贵人关系很好，但一旦涉及到孩子，如果富察贵人生了皇子，直接威胁的就是他儿子的地位和利益，齐妃怎么会没有危机感？没过多久，皇后在众嫔妃请安的时候，故意对富察贵人百般呵护，这是皇后的惯用伎俩，如果想打压谁，就公开称赞或者对他好，就是为了挑起其他妃嫔对富察贵人的敌意。这一招也俗称捧杀，就是让富察贵人骄傲，放低防备，并挑起众人对他的敌意和不满。咱们看看皇后恶毒的挑拨话术，富察贵人啊，你这一胎若是个皇子便好了，皇上膝下皇嗣不多。这半句话针对的是齐妃，正是因为皇上膝下皇嗣不多，三皇子才被皇帝看重，如果有了其他的皇子，只顾着长高的三皇子就要有竞争对手了。所以镜头给到齐妃时，她的表情是如临大敌一般，而后半句隐藏的意思就是，你若能一举得男，他日为嫔为妃都指日可待，为了皇子，也为了你自己的身体，你一定要珍重身子。这话很明显针对的是华妃，一来是故意气华妃，你看你生不了孩子呢，二来是激起华妃的危机感，你不要以为你稳坐妃位，别人一旦生了皇子，分分钟就能超过你。不得不说，富察贵人也是一个奇女子，每次公开场合说话聊天都能得罪一批人，从而给自己埋那么多雷。事儿没多坏，就是嘴坏。而皇后的命中点非常精准，一个是皇帝长子的母亲齐妃，一个是飞扬跋扈的华妃。这不仅偷偷给富察树立了劲敌，惹得和宫妃嫔不满，还激发了自己员工齐妃的作战积极性，又给敌人华妃添了堵。是的，齐妃是皇后的人，这一点胖妮之前一直不能确定，因为我之前的判断是皇后嫌弃齐妃蠢笨，并没有真的把她拉入战队。如今梳理出来3个细节后发现，齐妃是皇后的人确定无疑。第一个细节，选秀的新人刚进宫的时候，皇后就一直忙活着挑选能为自己所用的新人，而齐妃当着皇后的面分析甄嬛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，这说明齐妃是知道皇后的打算和考虑的。这一幕就是老员工和老板讨论新员工的工作能力。其次，皇后是明确的给齐妃下达过工作指令的，她告诉齐妃说，你是三皇子的母亲，比华妃贵重。这跟挑拨安陵容和甄嬛争宠是一样的，就是怂恿齐妃去和华妃斗。可惜啊，一方面齐妃能力不行，另一方面齐妃自己也不愿意去碰华妃这个硬茬，毕竟打嘴仗齐妃都说不过华妃，因此气得皇后只能直说，皇上不喜欢三皇子，你就让他喜欢呀。而齐妃还是一副怂样。第二个细节，齐妃把波斯国进贡的那只猫送给了皇后，而皇后给她起名松子，松子谐音就是送子，这名字起的果然非常符合皇后这多了嘛集团老板的气质。这时甄嬛刚举荐安陵容得宠，皇后在明知甄嬛怕猫的情况下，故意以松子为名挑拨甄嬛和安陵容的关系。她对甄嬛说，越是亲近温顺就越容易不留神啊，就是暗示甄嬛看起来温顺的安陵容照样会威胁到她。这里胖妮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，这只猫应该是皇后和齐妃很早就预谋了用来害甄嬛的，毕竟她圣宠是最有可能先怀孕的人。因为甄嬛害怕猫，结合后面叶澜依也用猫，引来那么多野猫，害得甄嬛差点难产。这猫的针对性很明显了，只是很意外的，富察贵人先怀孕了，因此松子就用来对付富察贵人了。当然，这只是胖妮的猜想，但至少从这里不难看出，齐妃送一只猫给皇后，绝非只是送个宠物那么简单。第3个细节，咱们梳理一下，富察贵人被害流产的全流程，就会对齐妃有意外的发现。首先，皇后在众人面前称赞了富察贵人，
鼓励他一举得男，导致齐妃深陷危机。然后紧接着，富察贵人就在齐妃面前炫耀皇帝特意赏给他的精心制作的脂粉。齐妃一边恭维富察贵人，你看皇帝对你好上心，你好有福气啊，一边认真的拿起香料闻了又闻。闻香料的时候，齐妃的表情是一副思考状。是的，没有看错，齐妃也在思考，她也会思考。紧接着，皇后就暗示安令容，香料用不当就会伤身，松子还喜欢扑东西，从而启发了安令容调制富察贵人的同款香料给松子闻。用香料引诱松子扑人这招，肯定有齐妃的出谋划策。皇后叫和宫嫔妃来景仁宫赏花，当众还不忘再次捧杀富察贵人，先是称赞她福气很好，暗示大家富察贵人已经有4个月身孕了。富察贵人一听，那是相当骄傲，忙说：太医说过了4个月，这胎就稳了。皇后笑里藏刀地看着富察贵人，仿佛在说：没事，再稳的胎也能给你打下来。然后又公开只对富察贵人好，说你有身孕不应该站这么久，专门赐她到廊中坐下。注意，接下来是齐妃主动提到了松子，她说：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不如皇后把松子抱出来吧。皇后有眼力的接茬说：齐妃最爱松子那只猫了，简秋去抱出来吧。这块两人有点相互甩锅的意思。接着简秋却回答说：奴婢才不敢，那猫现在重得很，到了春天又烦躁，这会不知道到哪玩去了。简秋这话就是为松子会扑人做铺垫，提前暗示在场的大家，松子天性会烦躁会扑人，为后面扑倒富察贵人提前准备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从而把罪责都推在松子身上。松子扑倒富察贵人后，太后闻讯而来，看了一下富察贵人已经出血流产，便生气地问皇后：怎么回事啊？其实他人没来就知道是皇后干的，但众人都在，该问则还是得问。结果太后话音刚落，齐妃扑通跪下对太后说：太后太后，富察贵人实在太可怜了，皇后宫里的猫发了性，扑到贵人身上，贵人受到撞击又惊吓，才会如此这样。注意，齐妃对太后解释的时候，眼睛是瞥向皇后的，尤其是说到皇后宫里的猫发了性时，她是抬头看向一旁的皇后的，这足够证明齐妃和皇后之间的猫腻。而太后是用厌恶的表情看着齐妃的，太后对他们的这点小伎俩心知肚明，自然厌恶。然而这一番话恰恰暴露了齐妃想要撇清干系的迫切。她这么一番解释，无非就是为了强调富察贵人流产属于意外，是猫发性了害的。她这么着急解释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也参与了对富察贵人的暗害。看一个人是否作案，就看他是否有作案动机和作案行为。齐妃的作案动机很明显，为了儿子，作案行为齐妃也有，且非常充分。先是得知富察贵人的香料情况，然后主动要求抱出松子，为诡计做铺垫打掩护。在暗害富察贵人流产这事上，安令容只能算打手，真正的主谋是皇后和齐妃。因为作为盟友，在皇嗣这事上，皇后和齐妃维护三皇子的利益方面出奇的一致。有人大抵会说，齐妃和富察贵人作为后宫宫斗能力倒数第2和倒数第1的选手，是好朋友啊，他俩关系很好啊。联想一下，皇后利用安令容和甄嬛的好姐妹关系，暗害甄嬛的第1胎流产的作战思路，是不是就捋顺了？皇后的作战模式就是，越是亲近的人，越容易找到暗害的机会，害起来越容易不被察觉。恰好呼应她自己说的那句，越是亲近温顺就越容易不留神啊。反观齐妃，即便是宫斗能力低下的人，也会坚决地维护自己的利益。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与否，完全不影响他做坏事的狠毒。其实这就是人性，只要涉及自身关键利益，什么好姐妹、好朋友，全都要让位的。所以在这后宫职场里，认清彼此间的利害关系和识人一样重要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